你試過多少次在夜深人靜的时候，看着自己的賬戶餘額發呆？你是不是也常常想，如果我當年多學點微積分，或者去考個金融證照，現在是不是早就發財了？老頭 Z 今天想跟你聊一本談錢的書。這本書在國外的 Goodreads 網站上有超過35萬人給他評分，分數高達4.27顆星，這在理財書裡面算是一個很不可思議的成績。這本書叫《致富心態》。不過老頭 Z 先給你打個預防針，如果你看這部影片是希望我教你怎麼看 K 線，怎麼看財報，或者下周哪只股票會漲，那我勸你現在就可以把影片關掉了，因為這本書一頁都沒有提到這些東西。它講的不是數學，是心理學，是你跟金錢之間的關係。先幫老頭 Z 按個訂閱吧，現在的演算法很難搞，不訂閱的話，下次你可能就再也找不到我這個大叔了。話說回來，我們常常覺得想要變有錢，一定得是智商極高、學歷極好的金融天才。但這本書一開頭就講了2個真實故事，直接打碎了這個觀念。第一個主角叫羅納·里德，他是一個美國鄉下的加油站員工，還兼職做了17年的清潔工。他一輩子做的工作就是幫人加油、掃地、擦窗戶。他92歲去世的時候，上了美國各大新聞的頭條。為什麼？因為這個一輩子領基本工資的清潔工死後留下了高達800萬美元的遺產，大約是2億多台幣。他把其中的600萬美元全部捐給了當地的醫院和圖書館。大家都傻了，他是不是去買了威力彩，還是繼承了什麼神秘遺產？結果調查發現完全沒有，他只是把平時省下來的幾塊錢默默拿去買藍籌股，然後就放在那裡幾十年不動，最後靠着時間的複利滾出了這筆天文數字。我們來看看第2個主角理查德·富斯康。這老兄的背景跟清潔工完全相反。他畢業於哈佛大學，拿到了工商管理碩士，是知名投資銀行美林證券的高階主管。他在金融界呼風喚雨，40多歲就退休去當慈善家。他買了一間超過500平的超級豪宅，裡面有11個房間，2個游泳池，每個月的光是維護費就嚇死人。結果在2008年金融風暴來的時候，這老兄因為借了太多錢做高槓桿投資，一夕之間資金斷裂，他的豪宅被法院拍賣，最後他宣布破產，在法庭上連基本生活費都拿不出來。你看看這2個人，一個是連大學都沒上的清潔工，一個是哈佛畢業的華爾街高階主管。結果在金錢的世界裡，清潔工把金融天才按在地上摩擦，這在別的領域，像是醫學或火箭工程，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。你不可能讓一個沒學過醫的人去幫人開盲腸，還開得比台大名醫好吧？但是在理財的世界裡，這種事情就是發生了。這代表什麼？代表在金錢世界裡，你的理財成果不取決於你有多聰明，也不取決於你懂多少複雜的公式，而是取決於你的行為。理財不是一門硬科學，它是一門軟實力。既然理財看的是行為，那我們就要來聊聊，為什麼大家面對金錢時會做出那麼多看起來很愚蠢的決定。老頭 Z 以前年輕的時候，也常常看着某些人買彩券，或者盲目去跟風買一些根本不知道在做什麼的股票，我心裡都會想，這些人是不是瘋了？明明知道幾率低的可憐，為什麼還要把辛苦賺來的錢丟進水裡？但是《致富心態》的作者摩根·豪瑟說，其實沒有人是瘋子。每個人在理財時做出的決定，不論是買樂透、炒短線，還是把錢全部放在定存，都是基於他自己獨特的生命經驗。我們在課本上學到的理財觀點，可能只佔了我們世界觀的極小部分，但我們在成長過程中親身經歷過的世界局勢和經濟狀況，卻決定了我們一生的金錢觀。舉個例子，如果你出生在1970年，當你20幾歲，剛要進入社會創業或投資的時候，美國股市正處於歷史上最瘋狂的牛市，那一年的標普500指數翻了將近10倍。在你的認知裡，股票就是会一直漲，不買的人才是傻子，所以你這一生都會對股票投資充滿信心，甚至願意冒很大的風險。而如果你不幸出生在1950年，當你20幾歲要投資的時候，股市剛好經歷了10幾年的停滯與通貨膨脹，在你眼裡，股票簡直就是毒藥，把錢放在銀行才是最安全的。這2種人誰對誰錯？2人都沒有錯，他們都只是在用自己親身經歷過的規則，在自己生活的世界裡做出最合理的選擇。作者做過一個調查，美國最窮的那群人每年花在買彩券的錢，平均是400多美元，大約是1萬多台幣。這對有錢人來說可能不算什麼，但對這群連緊急預備金都拿不出來的窮人來說，這是一筆巨款。我們站在旁觀者的角度，會覺得這群人簡直不可理喻，
都已經那麼窮了，為什麼還要買樂透？但作者說，這群人買的不是中獎的幾率，他們買的是一種希望。他們一輩子都活在社會底層，可能永遠沒有機會住豪宅、開好車。只有在買下那張彩券的瞬間，他們才能名正言順地幻想一下自己掌控人生的感覺。這種心理上的安慰是任何數學公式都無法計算出來的。所以，當你下次看到身邊的親戚朋友做出你無法理解的理財決定時，先別急着嘲笑他們。每個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跟金錢打交道，他的決定在你看來很瘋狂，但在他的世界裡，那可能是他唯一能做出的合理生存法則。說到生存，很多人觉得只要自己夠努力、夠聰明，就能在投資市场上賺大錢。這時候，老頭 Z 就要潑你一盆冷水了。這本書裡最有趣的一個概念，就是把運氣和風險當成是雙胞胎。作者拿了比爾·蓋茨當例子，大家都知道，比爾·蓋茨非常聰明，也非常努力，才創辦了微軟。但你可能不知道，在1968年，比爾·蓋茨就讀的西雅圖湖濱中學，是當時全世界極少數擁有電腦的學校之一。我們來算一下這個幾率，當時全世界大約有3億名跟蓋茨同齡的學生，而湖濱中學只有300個學生。這代表蓋茨在1968年能碰得到電腦的幾率大約是100萬分之一。蓋茨自己後來也承認，如果沒有湖濱中學那台電腦，世界上就不会有微軟。這就是運氣。運氣不是不存在，它是在每個人努力的背後一股強大的隱形推手。但故事還沒完，蓋茨在湖濱中學時有一個最要好的死黨，叫肯特·埃文斯。肯特的電腦天賦和野心跟蓋茨一模一樣，甚至更厲害。他們當時一起在電腦教室裡熬夜，甚至夢想着以後要一起開公司。如果命運按照這個劇本演下去，肯特現在應該也是微軟的創始人之一，是個100億富翁。但結果呢？肯特在高中畢業前，因為一場登山意外，在山上過世了。當時美國每年死於登山意外的人數大約是30多人，也就是說，在高中生裡遇到登山意外的幾率大約也是100萬分之一。你看，比爾·蓋茨碰到了100萬分之一的極致運氣，擁有了電腦，而他最好的朋友肯特卻碰到了100萬分之一 of 極致風險，失去了生命。他們兩個一樣聰明，一樣努力，但最後的命運卻天差地遠。這就是運氣與風險，他們是完全對稱的。你在評判一個人的成功時，不要忘記他背後可能有很大的運氣成分。當你在評判一個人的失敗時，也別忘了，他也許只是碰到了無法預知的風險。這對我們理財有什麼啟發？老頭 Z 覺得最大的啟發就是保持謙遜。當你買的股票大漲時，別以為自己是股神，那可能只是運氣好，剛好站在風口上。當你的投資失利時，也別太過自責，覺得自己是個沒用的廢物。在巨大的市場面前，我們每個人能掌控的部分，其實比想象中還要少得多。在理財的路上，除了面对運氣與風險，我們還得學會跟時間做朋友。這就得聊到大家都聽過的複利。很多人把巴菲特當成神，大家都去研究巴菲特的投資心法，看他買了什麼股票，怎麼看財報。但作者指出了巴菲特身上一個最少人討論卻最關鍵的秘訣。巴菲特在2020年時，他的慢速累積淨資產大約是800多億美元。但你知道嗎？在這800多億裡面，有810多億分之是在他50歲以後才賺到的。有超過90%的財富是他60歲以後才累積出來的，這是一個很驚人的事實。巴菲特能成為世界首富，不是因為他每年的投資報酬率高得嚇人。事實上，有些投資人的年報酬率比他還高。巴菲特能贏的關鍵是因為他從11歲就開始投資，而且一直投資到了90幾歲。他的秘訣就是時間。複利就像是在滾雪球，我們往往太專注於雪球滾得夠不夠快，也就是年化報酬率有幾%。但我們忽略了雪球能滾多大，最關鍵的因素是你的坡有多長。你要能活得夠久，而且要在市場裡存活下来。這就是為什麼作者強調，致富和首富是2種完全不同的能力。致富需要冒險，需要樂觀，需要積極走出去；但首富需要的是完全相反的特質，你需要謙遜，需要有敬畏心，甚至需要一點點的偏執。你要隨時擔心你現在擁有的財富會在一夕之間消失。很多金融界的精英之所以最後落得像理查德·富斯康那樣破產的下場，就是因為他們懂得怎麼致富，卻不懂得怎麼首富。他們不知道什麼是足夠。這讓我想起書裡寫的另一個故事。印度的拉傑特·古普塔，他是一個孤兒，但他靠着自己的聰明才智，當上了全球頂尖管理諮詢公司麥肯錫的總裁。他退休的時候，身價已經有1億美元。1億美元啊，
就算你把錢放在銀行定存，每年的利息也夠你花好幾輩子了。但他還不滿足，他想成為10億美元級的富豪。於是他利用自己身為高盛集團董事的身份，參與了內線交易，把高盛的機密消息透露給避險基金經理人，只為了賺取更多的利潤。最後他被抓到，判刑入獄，名譽掃地。他為了自己不需要也不缺的錢，賭上了自己已經擁有且最不能失去的名譽和自由。這不是愚蠢是什麼？老頭自己覺得，這對我們現代人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警鐘。在這個人人都在吹噓財富自由的年代，我們的心態簡直被演算法操縱了。每天看着網紅開超跑、住豪宅，我們很容易產生焦慮，覺得自己手裡的錢永遠不夠。但如果你不知道足夠的邊界在哪裡，你就會被貪婪牽着鼻子走，最後做出超出自己承受範圍的冒險，把自己累積了大半輩子的成果一次賠光。說了這麼多，我們理財的終極目標到底是什麼？是買一輛法拉利，還是住進地堡，致富心態？這本書給出了一個老頭 C 非常認同的答案：金錢能買到最好的東西，是時間的掌控權。作者在書裡寫道，金錢的最大實質價值，就是讓你擁有每天醒來時能夠說出這句話的權利。今天我想做什麼，就可以去做什麼。你可以回想一下，在你的人生中，最讓你感到幸福的時刻是什麼？通常不是你買了什麼名牌包，或者是吃了多貴的大餐。最幸福的时刻，往往是你能自由支配时间的时候。相反的，如果你做着一份薪水很高，但每天都让你壓力大到失眠，沒有私人時間，隨時要應付討厭的老闆和客戶的工作，即使你的銀行存款一直在增加，你的生活品質簡直比一個薪水普通但生活規律、有時間陪家人的清潔工孩要糟糕。這就是所謂的隱形財富。作者說，真正的財富是你看不到的那些東西，是你沒有買的名牌跑車，是你沒有買的鑽石手錶，是你選擇存下來，留在賬戶裡隨時可以動用的資金。這些沒有花出去的錢看似無聊，但它給了你一種無價的保障。當你突然討厭你的工作時，你可以好整以暇地遞出辭呈，因為你有底氣可以撐半年不用找工作。當你的家人突然生病需要照顧時，你可以毫不猶豫地請假，因為你不用擔心下個月的房貸繳不出來。當市场出現大暴跌時，你不用被迫在最低點賣股變現，因為你有足夠的備用金，可以安全度過危機。這種選擇的自由，才是金錢能給我們的最大紅利。好了，聊到這裡，這本書的精髓差不多就是這樣了。這不是一本教你發財的秘籍，而是一本讓你找回內心平靜的說明書。老頭 C 想問問大家，你覺得在你的理財路上最讓你感到焦慮的是什麼？是怕錢存得不夠快，還是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該收手？在下面留言告訴我，我們一起聊聊。如果你覺得大叔今天的分享對你有一點點啟發，記得幫我按個讚，分享給你那個每天看盤看到失眠的朋友。我們下次見了，拜拜。